各位晚安，欢迎收听台女自助餐第10集。这集要来讲物化，这里的物化跟女性主义那个物化是同一个概念，但是我们要介绍的是现代的变化版。这集会介绍7个词汇，分别是洗碗机、修理洗碗机、去洗碗、洗衣机、肉便器、飞机杯，还有孵蛋器。女性主义的物化是一个比较广的概念，男人的很多行为都可能会被他们归类到物化，但是当事人可能不会这样认为。男人会觉得我只是在砍妹，我又没有不尊重女人。不过这组不会出现这个争议，因为教徒已经很明确的用物品来表示出女性的各种功能了。第一个是洗碗机，这个词我第一次看到是在迪卡。洗碗机就是指女人，因为他们认为女人就是用来洗碗的生物，所以叫洗碗机。它的用法是只要出现女人说希望男人对自己好，或者想依靠男人，网友就会叫她去洗碗。意思是你要跟男人拿好处，那就按照父权时代的规矩去当奴隶。男人叫你洗碗，你就乖乖去洗碗，不要给我有意见。这个其实跟女权自助餐有关，后面红药丸那里会解释。第二是修理洗碗机，修理洗碗机就是打女人。因为修理在中文里有2个意思，一个是让坏掉的机器功能恢复正常，第二是处罚或是教训某人来矫正他的观念，所以在这里是一语双关。女人的功能就是做家事，所以如果她不愿意做，就是丧失正常功能。这个修理一方面可以指物理上揍女人，另一方面也可以指使用暴力让女人屈服，对她进行思想矫正，使她重新记住自己的本分。在嘲笑女性被家暴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词，表示家暴不是犯罪，只是在教导女人正确的观念。第3个词是去洗碗，去洗碗是洗碗机的动词用法，跟洗碗机一样，是在告诉女人你的本分就是去洗碗。如果一个女网友讲了教徒不喜欢的话，他们就会叫她去洗碗，背后意思就是男人说话女人闭嘴，不要有意见。第4个是洗衣机，洗衣机跟洗碗机的意思一样，就是女人应该负责所有的家事，并且安静的做，不要有意见的意思。这个出现的频率没有洗碗机高。按照这个逻辑，其实很多家具都可以用来比喻女人，像是扫地机器人、烘衣机、厨房系统、电锅、烤箱、吸尘器还有按摩椅，但是冷气可能就没有办法。第5个词叫做肉便器，肉便器是日文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人肉马桶，通常会作为关键字出现在虐待、凌辱香或是 SM 的相关作品里面，指接受脏脏液体的一方，就像马桶一样是用来容纳污秽物的，所以有一些丑女子会用这个词来代表女性。我原本以为这个词是日本发明的，但是后来看到一种说法说它是从英文虐恋论坛的 Rapmate 跟 Butmate 传到日本的，但是这个说法已经不可靠。我查到比较接近肉便器的英文单字是 decal 或是 come down sir， 这2个字相比上面那2个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比较多的相关的影片，不过记得安全搜寻要停掉，不然你只会看到一坨肉色的东西。维基百科说一本1920年的书命名词典里面说共同辩所是指妓女或是淫荡的女人，中文同义词大概就是公厕或是公车，这2个词都有着被女性滥交的意思，但是肉便器目前在网络上面的用法不一定是女性性关系混乱才可以使用，通常丑女者使用这个词只是想表达女性是她的泄欲工具，没有权利拒绝她的使用，就像马桶一样，她想上就上，有性交跟排泄的双关语含义，跟被辱骂的女性品德如何并没有绝对的关联，也是一个你想骂就能骂的词，不用考虑它的合理性。不过在男性向以外的成人作品里面，不一定只有女性能当肉便器，只是目前台湾网络上这个词一般都是用来指女人。第6个字是飞机杯，这是一种男性的情趣用品，作用是替代阴道来帮男性进行活塞运动，网络上是用来当做女人的代称，意思就是女人的用途就是让男人爽，跟肉便器的用法类似，不过并没有肮脏或是淫荡的含义。第7是孵蛋器，孵蛋器就是指女人的生殖功能，这个有一个比较老派的说法叫做生殖机器或是生产机器，通常婆家不顾媳妇的意愿，逼她疯狂生小孩，直到生到难保为止，我们就会说这个女人被当作生殖机器，因为丈夫无视她的身体自主权。孵蛋器是现在新创的名词，生殖机器是女人创出来责怪丈夫或是夫家为难媳妇用的。孵蛋器是教徒还是女人自己发明的，我没有查到，但是用法上是一样的。这个倒是男女都有占用，所以可能不算丑女用语吧。因为也会有女性在讨论的时候说不要当免费的孵蛋器，或者是你男友根本把你当孵蛋器，赶快分手。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如果我漏了什么新名词可以告诉我，下期再见。